位於港島東南部，有一個建於1883年至到1917年期間分期興建嘅大潭水塘群。呢一個大潭水塘喺香港嘅發展歷史上佔一個好重要嘅席位。喺飲用水不足嘅年代，水塘群就為香港東南面一帶蓬勃嘅工業發展提供咗堅強嘅後盾。除咗歷史價值之外，呢一個水塘亦都係相當獨特優美。係由4個水塘所組成嘅，分別就係大潭上水塘、大潭副水塘、大潭中水塘同埋大潭篤水塘，層次分明，一層層傾流而下，非常之獨特。而且每一個水塘之中都興建咗十分古典優雅嘅水務建築。大潭水塘一共有21項嘅歷史建築，已經係喺2009年9月18號列入為法定嘅古蹟。21項嘅獨特古典建築就構建咗一條全長5公里嘅大潭水務文物徑出嚟，設立咗10個資訊站，介紹古蹟嘅功能同埋歷史嘅意義。通過遊走大潭水塘，我哋仲可以見識到5樣嘅景點，包括係可以欣賞到各個嘅水塘之美、潭江飛瀑、日君山洞、神社洞、雙潭石澗，仲有一個大潭水塘文物徑。行大潭水塘係一條非常充實嘅路線，可以一次過見識到5樣嘅景點，可謂收穫豐富。準備好就等我哋一齊出發遊走呢一個大潭水塘啦！大家好，我係 David。行呢條大潭水塘係一條輕鬆易行嘅遠足路線，前往嘅方法非常簡單。喺西灣河站嘅 A 出口對出就會有一架14號嘅巴士。我哋需要坐到去大潭水塘北呢一個站。14號巴士亦都係來往赤柱嘅巴士，所以平時都會幾多人搭。喺未開始行之前，等我哋先了解一下今日嘅行程先。今日嘅行程非常充實。首先我哋會喺大潭北落車，行冇幾遠呢就會去到潭江飛瀑浸一浸清涼嘅山水，跟住就會上山欣賞嗰度嘅大潭水塘同埋一啲特色嘅水務古蹟建築。然後我哋就會探尋一個非常驚艷嘅日君山洞、神社洞，最後呢就會翻落去下邊行呢個雙潭石澗，同埋連接到去大潭水務文物徑進行一程古蹟文物鑑賞之旅，一次過滿足晒5個願望。去到大潭水塘北，落車之後係一條非常狹窄嘅行人路，行前幾步呢，我哋就可以見到一個大潭篤水塘。但係我哋唔可以行近去睇，因為堤壩上邊係一條馬路，而且係一條非常之狹窄嘅馬路，走埋去呢就會好危險啦。不過唔使驚，我哋有航拍機可以高空拍攝到呢一個堤壩出嚟。首先要多謝 Danny Wong 呢提供咗呢一啲航拍片段，俾各位觀眾有機會觀賞到從高空望返落嚟嘅大潭水塘美景。大家有興趣呢，可以喺下邊 info box 嗰度撳入去 Danny Wong 嘅 channel 入邊，有好多嘅航拍飛行片段可以俾我哋觀賞。影片入邊所見嘅堤壩呢，就係1917年落成嘅大潭篤水塘主壩。呢個主壩嘅飾面呢，就係用花崗岩嚟築砌嘅，水塘嘅儲水量呢，可以達到14.2億加侖。水壩嘅日紅道上面呢，築有一個半圓形嘅花崗岩柱，支撐住12個嘅拱券，承托住連接赤柱、大棠同埋柴灣、石澳嘅大潭道。喺西面呢，仲會興建咗一個水制房同埋出水口。大潭篤水塘主壩同埋隔籬嘅水制房呢，都係喺1994年被列入為1級嘅歷史建築物，真係一個非常古典宏偉嘅建築。認識完呢一個堤壩，我哋就開始今日嘅行程啦。走返上一條狹窄嘅馬路上邊，頭先14號巴士落車嗰個位，行過對面往相反嘅方向向山上邊行。呢條嘅馬路呢係非常之狹窄，大家一定要留意來往嘅車輛。走到去呢一度呢，就會有一張港島徑嘅郊遊地圖，黃色箭嘴指住嘅就係我哋所在嘅位置。沿住呢條路一直走呢，就可以去到第一站嘅潭江飛瀑。往潭江飛瀑嘅呢條路呢，都係一條非常簡單易行嘅郊遊路線，山路呢都算平坦，亦都唔需要上山花太多嘅氣力。沿路就只得一條路線，冇其他嘅分岔路，大概20分鐘左右呢，就可以去到潭江飛瀑噶啦。咦，呢一度望返出去嘅水塘幾咁風光秀麗，好多人喺夏天嘅季節呢都冇乜出行郊遊嘅意欲，
因為天氣實在太過熱啦，行幾步路呢都已經係全身出晒汗，非常之悶熱同埋好容易攰，所以我都唔係咁想喺夏天出嚟行山。咦，我哋開始落山呢，行冇幾遠呢就可以去到瀑布噶啦。呢個標距柱呢就寫住 H67，而今日介紹嘅呢一條路線呢，就係一條非常輕鬆易行嘅郊遊路線，介紹俾大家嘅一條消暑嘅路線。咦，行冇幾遠呢就可以見到一條小橋，可以遇返我哋今日嘅山友同埋玩航拍機嘅 Daniel Wong。橋底嘅呢條小溪呢相當特別，等我哋一齊落去睇下啦。行呢啲小溪呢，大家一定要留意，千祈唔好踏喺一啲有水漬嘅岩石上邊，因為上面好容易生一啲青苔呢，非常之跣腳。哇，可以望到一層層嘅岩石，相當有層次，而且呢度嘅山水分開咗兩條河道流落去，就好似一個漏斗一樣，相當特別嘅形狀。原來從高空上面睇呢，下面就係一條瀑布嚟嘅，啲水一路流落去下邊嘅瀑布，下邊呢就係我哋今日第一站嘅目的地潭江飛瀑。原來咁快我哋已經走到嚟瀑布頂啦。今日呢班山友呢，就早我個半鐘出發，所以佢哋喺度玩咗一陣航拍機。呢一堆溪流嘅岩石呢，真係非常之靚啊！好啦，揾到我哋今日嘅目的地潭江飛瀑，急不及待就已經想走落去下邊浸下清涼嘅瀑布潭，繼續上返山路，穿過竹林，行到去前邊一個分叉口。喺橋嘅左邊呢，有一條綁咗色帶嘅小山路，呢條山路行落去呢，就可以通去潭江飛瀑啦。不過行落去呢，就有少少崎嶇難行啦，大家一定要小心。附近亦都綁咗一啲繩呢，俾我哋可以一路扶住行落去。咁仲有呢，呢一度呢會有啲有刺嘅植物啊，要小心唔好俾啲刺界到。行到落去，終於可以見到潭江飛瀑啦。呢一度就係我哋今日遊覽景點嘅第一站潭江飛瀑。望到呢一啲清涼嘅山水呢，真係非常之透心涼啊！估唔到瀑布流落嚟嘅水呢，都係非常之凍嘅，凍到我都唔敢浸個身落去啊！好難得今日成個瀑布呢都冇人，呢度就變成我哋今日包場嘅影棚啦。留意呢一塊告示板呢，有啲行為唔可以做嘅，最重要呢係帶走自己帶返嚟嘅垃圾，因為呢一度實在有太多嘅垃圾啦。希望大家可以俾翻啲公德心，你都唔想嚟到嘅時候見到咁多垃圾。我哋呢就唔逗留太耐啦，因為仲有好多處嘅景點要去。沿住頭先行返落嚟嗰條路行返上去。嗱，呢度呢真係非常之斜嘅，大家一定要小心一步步咁行，同埋攙扶住隔籬嗰條繩。上返去頭先有條橋嗰條分叉路，繼續向前行。跟住落嚟下一站，我哋就會去到大潭上水塘。亦即係大潭水塘之中最高嘅一個水塘，所以呢一段路呢都相對上比較辛苦，要不斷上山，同埋幾消耗體力，所以行呢段路上山呢都要帶充足嘅水，避免中暑。如果唔想去下一個景點嘅話呢，都可以一路逗留喺潭江飛瀑，都係一條非常消暑嘅路線。行一條輕鬆簡單嘅路線，非常短嘅路程就可以去到一個非常清涼消暑嘅潭江瀑布。浸下嗰一度清涼嘅山水。好快我哋就出返嚟一個分叉嘅路口，前邊有一張大潭郊野公園嘅地圖，等我哋一齊望下先。我哋而家所在嘅位置就係呢一度，沿住呢條好幼嘅溪流向上走呢，上面就係大潭水塘啦。喺水塘冇幾遠嘅位置呢，有一個2車型嘅分叉路口，路口嘅下低有一座電塔，嗰度有一個日軍嘅山洞神社洞。好啦，馬上出發去下一個景點大潭水塘同埋日軍山洞。雙潭石澗旁邊嘅呢條瀝青路呢，係成條路之中最辛苦、最斜、最長嘅一條路，但係喺上邊呢，就可以欣賞到一個好靚嘅水塘，所以幾辛苦呢都值得行上去嘅。行到呢個高度呢，瀝青路嘅隔籬呢，有一條小路，可以通去一個小型嘅燒烤場，呢度亦都擺放咗一啲野餐嘅台凳。燒烤場嘅出邊望返落去呢，下邊就係雙潭石澗啦。可惜今日呢就冇乜水流啦，咁可能等到雨季嘅時候，上面水塘排洪嘅時候呢，呢度嘅雙潭石澗就會超級靚啦，會形成咗一條筆直向下嘅小川流，超級壯觀。雖然今日就冇乜排洪嘅水，但係我哋都可以行到去雙潭石澗頂上面影相打卡。好啦，我哋小心翼翼咁行落去先。行落去雙潭石澗呢，理論上係嚴禁俾人進入嘅，因為呢度呢其實都相當危險嘅。
唔知幾時咧會開始排洪啦，亦都唔知幾時會扭水掣啦，所以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嘅。但係對於咁辛苦嚟到呢度觀賞同埋郊遊嘅山友嚟講，一定係按捺不住內心嘅熱情。呢個排洪嘅山口呢，亦都係打卡熱點之一。上邊呢，就係大潭水塘啦。由呢一度望返落去下邊嘅雙潭石澗呢，岩石嘅地形相當獨特壯觀。中意探險刺激嘅人呢，就好中意喺雙潭石澗底呢，沿住呢啲岩石呢一路行上嚟，充滿歷險嘅刺激感。逢你行呢啲石澗呢，最好都係由底部開始行上嚟呢，就會好玩啲啦。喺影片嘅最後回程嘅時候呢，先會帶大家揾行雙潭石澗嗰條路出嚟。離開雙潭石澗頂部，我哋穿過燒烤場，行返出去瀝青路，繼續向上行，行冇幾遠呢，上面就係大潭水塘啦。率先嚟到嘅呢一個水塘呢，就係大潭副水塘啦。咁呢度嘅水源呢，係供應市民使用嘅，所以係唔俾落去游水，以免污染水源。副水塘嘅下低呢，就係頭先我哋打卡嘅雙潭石澗。下低嘅呢條水壩呢，亦都係喺1994年被列入為2級嘅歷史建築。大潭副水塘呢，就喺1904年建成。興建副水塘嘅原因係因為大潭上水塘嘅儲水量仍然係唔及人口嘅增長，而港島呢一度呢，亦都係缺乏咗一個可以供發展成為集水區嘅土地，所以政府呢，就決定擴建大潭谷嘅供水系統，提出咗大潭計劃嘅第2期工程，興建咗呢個大潭副水塘出嚟，用以收集翻上水塘溢出嚟嘅食水。喺呢一啲懷舊嘅建築上邊散心呢，都有一種故色故鄉嘅感覺。面前呢一座水掣房呢，就喺1904年建立嘅，亦都係同樣被列入為2級嘅歷史建築物。我哋沿住副水塘走，前面就會有一塊資訊站牌，介紹古蹟嘅功能同埋歷史嘅意義。喺大潭水塘文物徑呢度呢，總共有10塊呢啲嘅資訊牌。呢一站呢，就係第4站。入邊講解呢度嘅古蹟呢，介紹得非常之詳細。下一站我哋會參觀呢一度超級宏偉嘅大潭上水塘主壩，左右2條路都可以去到，我哋就繞住左邊嘅水塘行啦。副水塘嘅儲水量呢，達到去2240萬加侖，由2條嘅水壩組成。主壩呢，就係一座混凝土重力壩，而副壩呢，就喺主壩嘅不遠處，即係頭先水掣房嗰一度。呢度可以望到大潭上水塘石橋同埋大潭上水塘石砌輸水道，呢2條橋都係喺1888年落成嘅，亦都係一個1級嘅歷史建築。繼續繞住行，漸漸深入去嘅呢個水塘呢，就係大潭上水塘啦。香港首個興建嘅水塘就係薄扶林水塘，就喺1869年落成嘅。咁當時嘅食水供應呢，仍然係不足以供應市民使用嘅。當時嘅港督呢，就委派咗一個總測量師派斯去揾一個新嘅水源，咁就喺1873年呢，提出咗一個當時規模最大嘅大潭計劃，選址呢，就喺大潭谷呢一度興建第2個水塘。原因呢，係呢一度可以提供大面積嘅集水範圍，同埋日後可以進行一個擴建嘅工程。但係呢一個選址呢，亦都同市區較為疏遠，亦都要克服輸水嘅問題。將港島南區嘅食水呢，向港島北部供水，所以 Price 呢就建議挖掘咗一個貫穿黃泥涌山嶺嘅隧道管道，連接住地面依灣仔山勢而建嘅寶雲輸水道，連接西端嘅濾水池同埋配水庫。旁邊呢一塊牌呢，就係資訊牌嘅第2站，資訊牌嘅隔籬呢，就係大潭上水塘嘅水壩啦。等我哋即刻行埋去睇下先。喺水壩嘅中央位置呢，就會有一個水掣房，亦都係1級嘅歷史建築。我哋行緊嘅呢個堤壩呢，原本就係高90尺、長400尺、闊60尺。咁後來1897年呢，就加高到去100尺。從呢一度呢，就可以遠眺成個嘅大潭上水塘，超級靚啊！我哋企緊嘅呢個堤壩呢，亦都係超級宏偉嘅，樓高達到30.5米。而家就用航拍機呢，將呢一個畫面呈現俾大家睇下啦。大潭水塘第1期嘅工程呢，就已經係耗資咗125萬港元，比起薄扶林水塘嘅開支呢，高出咗1倍有多。但係大潭上水塘呢度呢，可以儲存到3億加侖嘅食水，儲水量呢，就係薄扶林嘅4倍有多。當大潭水塘嘅基本工程完成之後呢，喺1890年呢，就開始引進水管進入一般嘅民居。再經過多次嘅擴建之後呢，大潭水塘嘅容量
由早年計劃嘅2億5千萬加侖呢，增加到去接近4億加侖。有咗呢一個大潭水塘呢，就直接帶動咗19世紀末、20世紀初嘅港島東蓬勃咁發展起嚟。所以食水真係一個好重要嘅資源。我哋今時今日用到嘅食水真係得來不易啊！靠住好多前人嘅努力，興建咗呢一個水塘出嚟，先可以俾我哋享用到乾淨嘅食水。我哋真係要飲水思源，向呢啲工程人員致敬。好啦，行過咗大潭上水塘水壩之後呢，下一站我哋將會去到第3站，去探尋一個非常驚險嘅日軍山洞，一個荒廢咗好耐嘅山洞，亦都名為神社洞。山洞嘅位置呢，非常陰森，就喺電塔嘅下邊，所以我哋要不斷向上行，走到去一個分叉口嘅位置呢，隔籬就會有一條小小嘅樓梯仔，繼續走上去，上面就有一條分叉口。有一個綠色箭嘴指向右，我哋就向右行啦。走到冇幾遠，我哋就可以去到電塔嘅底下。見到綁咗藍色絲帶嘅電塔呢，就應該冇錯噶啦。咁提醒大家呢，喺電塔底下附近行呢都好危險嘅，盡量都唔好觸摸電塔。穿越咗呢個電塔呢，我哋繼續向前行。咦，我哋嘅山友終於發現咗一個山窿啦！呢個山洞呢，可以通過一個人嘅。咁相信就係我哋要揾嘅神社洞啦。大家有興趣入去神社洞探險嘅話呢，最緊要係帶一支超級光猛嘅電筒，因為入到入邊呢係伸手不見五指嘅，所以照明係非常之重要。究竟入邊有咩事物呢？等我哋一齊入去探尋一下啦。咦，喺入口處嘅附近呢，發現咗一個雀巢喎，入邊呢仲會有4粒嘅蛋，睇呢啲蛋呢，似乎就係一啲野鴿嘅蛋。估唔到喺山洞口呢都可以捉到一個巢。好啦，我哋繼續行入去探險啦。咁入口處嘅呢度呢，洞口就比較窄，要踎低成個人先可以入到去。咁初初踏足呢一度呢，都有啲驚啊，驚入邊會有啲生物、昆蟲、毒蜘蛛、毒蛇之類。特別驚嘅係因為我係第一個行，而且入邊係漆黑一片，有一種未知嘅恐懼感，驚有嘢會唔知喺邊度撲出嚟。好彩呢，自己帶咗一塊超級光猛嘅打燈板，專登為入山洞而準備嘅。咁單憑我哋手機入邊嘅閃光燈呢，係一定唔足夠嘅。呢度呢，仲恐怖過海洋公園嘅鬼屋啊！因為鬼屋入邊你都知嗰啲人係人扮嘅。行到去呢一度呢，暫時都係安全，都係未發現有咩異樣。咁喺呢度呢，聽到一啲聲音呢，超級驚啊！原來前面有一隻大老鼠。等我嚇走佢，繼續行先。呢度呢，唔淨止係得呢一隻老鼠嘅，咁底下呢，有好多嘅老鼠窿，相信成竇嘅老鼠都喺呢一度。再向前行呢，就舒服啲啦，就唔需要再耷低頭啦。山洞嘅高度呢，足夠我站立，走前多幾步呢，就係一個人生交叉點。兩個嘅山洞究竟係選左定右呢？嗱，我就傾向每一個分叉位呢，就靠左行，試咗左邊唔得嘅話呢，先回頭試返右邊。咁記得去到分叉口呢，大聲通知返後邊嘅山友。如果唔係呢，就會同你嘅山友失散咗啦，亦都好難可以揾返你嘅山友出嚟。山洞入邊有好多嘅分支位，好似一個迷宮一樣。後邊嘅山友呢，千祈唔好走失，要一個跟一個。似乎行到呢度呢，除咗頭先嘅老鼠之外呢，都冇乜特別。同埋山洞口嘅入邊呢，都好涼浸浸。嚟到第二個分叉口啦，不過右手邊呢度呢，就係一條掘頭巷嚟嘅。見到掘頭巷嘅右上角呢，有一隻蝙蝠喎，都係唔敢走埋去驚動佢啦。呢度闊啲嘅地方呢，相信喺日軍佔領嘅期間呢，就可以做好多嘅嘢。哇！隻蝙蝠突然之間飛出嚟啊，快啲走啦！又到咗另一個分叉口啦，繼續選左邊條路。左手邊又係一條掘頭巷，繼續向前行。行下前面嘅地下呢，突然之間見到一條條狀嘅嘢呢，仲以為係蛇添，原來係一條樹枝。又有一個分叉口，繼續選左邊行。咁呢一條路呢，真係驚心處處啊！千祈唔好立亂喺呢度嚇人啊，真係會嚇死人噶。行下呢，會發覺個洞口呢又慢慢收窄翻啦。咁收窄翻嘅時候呢，我哋就開始知道呢個出口就喺附近噶啦。右邊呢，就係一條掘頭巷，收窄嘅洞口呢，相信就係用嚟擾敵之用嘅，唔好俾敵軍發現你嘅所在處。見到光呢一處呢，原來已經到咗出口啦。左邊仍然有一條路可以行喎。
等埋我哋嘅朋友呢，再行入去睇下啦。咁呢度呢，真係有好多嘅蟋蟀同埋昆蟲啊，同埋一啲白竹啊。喺燈光不足之下呢，可能大家都睇唔到啊。但係如果怕昆蟲嘅朋友呢，就唔好進入啦。咁再行入多少少呢，呢度就會發現咗一個好似煮食嘅灶頭，由一啲石塊砌出嚟嘅嘢。雖然唔知呢一個嘢係啲咩嚟嘅，但係砌出嚟嘅外形呢，就好似日本一啲神社一樣啊。所以呢一度呢，就因為有呢嚿嘢呢，叫做神社洞啦。咁喺香港嘅被侵略歷史上面呢，為香港呢建造咗好多呢啲嘅防空洞，大部分呢都係冇名嘅，所以啲人呢就會揾呢度嘅特色呢，約定俗成咁將呢度叫一個名啦。好啦，日軍山洞呢就同大家參觀完啦，真係驚險處處啊！雖然呢就好驚險，但係呢就夠晒刺激好玩。呢度都不失為一個探險嘅好地方。咁記得入洞之後呢，一路靠左行呢，就可以出返去出口呢一度。喺洞嘅出口呢，係非常之狹窄嘅，我哋先要卸下隨身嘅所有裝備背囊，成個人趴喺度向上爬先爬得出嚟。哇，成身污糟晒，全部都係淤泥，終於可以爬返出嚟啦。咁原來呢個出口呢，就喺電塔冇幾遠嘅位置。咁我哋今日嘅山友呢，爬出嚟都非常之狼狽啊！個山洞已經夠窄，仲要兩個一齊爬出嚟，死得！咁最後大家記得幫你嘅團友呢影返張出洞嘅打卡相，夠晒刺激好玩。咁今日嘅旅程第3站嘅日軍山洞探險之旅呢，就去到呢一度啦。好，下一站我哋將會行返落去下低，沿住大潭水母文物徑一路向下行，進行一個古蹟文物鑑賞之旅，就完結我哋今日嘅旅程啦。原來喺富水塘呢度呢，都養咗好多嘅錦鯉同埋其他嘅魚。咁如果大家想喺水塘嗰度釣魚呢，就要向水務署申請啦。大概幾十蚊寄封信過去水務署就可以攞到個釣魚牌。去返大潭上水塘石砌輸水道呢一度呢，呢度就曾經進行咗一個大潭水務文物徑嘅一個揭幕儀式。呢塊資訊牌呢，就介紹咗興建呢一個石砌輸水道嘅原因。地圖上面紅色嗰條線呢，就係全長5公里嘅大潭水務文物徑，已經有21項嘅建築物列入咗去法定嘅古蹟。喺石橋上面觀賞水塘呢，都係相當優美嘅地方。呢條嘅石砌輸水道睇起嚟就好似一個橫跨水塘面嘅一座石橋。當上水塘滿瀉嘅時候呢，泉水就會經過日紅道流入去當時未開發嘅天然山溪。為咗擴大集水區，咁就興建咗西面嘅一個引水道，用呢條石砌嘅輸水道將啲水引返入水塘。所以原有天然山溪呢，亦都係成為富水塘嘅一部分。行返落去立青路嗰條大斜路呢，附近呢度呢會有一間紅磚屋，就係一啲工人嘅宿舍。再走返落去我哋中途經過嘅地圖，沿住呢條立青大斜路一路行落去，下邊亦都係一條大潭水務文物徑。咁右手邊呢，一路都可以望到雙潭石澗，長長嘅石澗，水流由高處傾流而下。如果落完一場大雨之後嗰一日呢，雙潭石澗呢一度呢，一定係非常之壯觀嘅。從航拍機上面可以睇到呢一條雙潭石澗，地形非常富有歷險性，加上紅紅嘅雨水溪流由高處一湧而下，真係一個非常壯觀嘅奇景。可惜今日嘅雨水不足，就睇唔到啦。如果大家有幸見識到呢，都要注意安全啊！繼續向下走呢，就係一處好靚嘅燒烤場。落到嚟之後呢，打後嘅路呢，都係一條非常平坦嘅郊遊路線。離開燒烤場，繼續向前行，我哋企緊嘅呢條橋呢，就係一條跨越水塘嘅大橋，叫做大潭篤水塘石橋，係一條好靚嘅圓拱形石橋，但係喺橋上邊係睇唔到嘅，我哋需要打側睇呢，先會睇得到嘅。咁喺大潭篤水塘嘅西岸呢，一共有4座嘅大型石橋，嘗試走過去石橋嘅側邊睇下啦。途經淺水灣坳呢個地方呢，就係可以睇到大潭中水塘水壩，同埋亦都係可以通去雙潭石澗最低處嘅一個起點嘅位置。呢度始終有啲樹遮住，隱約都可以睇到條大橋。去到下低嘅分叉口，繼續向下行，上邊嗰條路就可以去到大潭中水塘，而下邊呢條路呢，就可以睇到一條好清晰嘅大潭中水塘水壩，就係呢一度啦。大潭中水壩呢，就係1907年所建成嘅，呢度亦都係被評為一個2級嘅歷史建築，
望到由中水塘流落嚟嘅水呢，形成咗一條小小嘅瀑布仔，經水壩一路流落嚟大潭篤水塘呢度。從航拍機上，我哋就可以飽覽一下大潭中水壩上面嘅美態啦，亦都可以好清晰咁睇得到頭先走過嚟嘅石橋。四座嘅石橋呢，都係屬於花崗石拱形結構，橋面就係用粗剁嘅花崗石鋪砌，沿住橋頂就有一個飛檐嘅裝飾。喺茂密嘅森林之中，有一條非常幼長嘅石澗。陣間我就會帶大家行一次呢一個雙潭石澗，呢度都可以望到條橋，不過就冇航拍機咁清晰啦。沿住呢條山路直走，走到去前端嘅位置，就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行落去下邊嘅石澗噶啦，就係呢度綁咗絲帶嘅位置。咁落到嚟呢，大家都要分外小心啊，因為都係幾危機處處嘅。除咗啲石頭線之外呢條岩石路呢都唔係一條輕易行嘅路。不過雨水充足嘅日子呢條路都係非常壯觀同埋刺激嘅。好啦，雙潭石澗都帶大家行完啦，最後呢，就帶大家行埋呢條平鋪直路嘅大潭水母文物徑，就完結今日嘅旅程啦。呢度就係最後一個嘅水塘，大潭篤水塘，亦都可以望見我哋頭先搭車嚟嗰條橋。最後嘅一個工程呢，就叫做大潭篤計劃，工程呢，就係喺1904年至到1907年進行嘅，一共就分開2期進行。首期呢，就係興建1.955億加侖儲水量嘅大潭中水塘，而大潭篤計劃嘅第2期工程呢，就係喺1912年開展嘅。呢個大潭篤水塘呢，儲水量達到14.2億加侖，咁亦都興建咗一個大潭篤水塘主壩。最終大潭篤水塘同埋其他配套工程呢，就喺1917年完工啦。好快地，我哋又走到去第2條嘅石橋啦。石橋真係相當之獨特，站喺呢條橫跨水塘嘅石橋上邊欣賞水塘，特別古典優美。行過石橋嘅前邊，又有一塊第7站嘅資訊牌，介紹咗呢一度嘅石橋特色。隨住一年四季嘅景色變化，加上水塘嘅水位高低唔同，石橋喺水入邊嘅倒影各有不同，就可以構成咗一幅風景秀麗嘅圖畫。哇！呢個燒烤場相當獨特，門前動咗2隻打蠟發光嘅木雕雀。繼續向前行，前面仲有一條嘅石橋呢，係我覺得4條石橋之中最靚嘅一條，而且石橋可以打側睇，清晰可見，仲可以睇到水嘅倒影，非常之靚啊！係一個半圓形嘅拱橋，就好似置身於外國嘅橋上面一樣。呢一處嘅位置，除咗水面非常平靜之外，望出去嘅風景一樣係非常之靚，山光水色映入眼簾。前面就係第8站嘅文物徑資訊站，入邊嘅內容都有啲重複。去到橋嘅對面，從呢一度再次回望翻條石橋，都真係非常之靚啊！大家嚟到大潭篤水塘，千祈冇錯過呢一條石橋啊！好啦，睇埋呢一個美麗嘅石橋，今次嘅遊走大潭水塘之旅呢，差唔多要完結噶啦。咁今次嘅旅程呢，實在非常之充實啊！一次過呢，可以睇晒5樣嘅景點，包括就係清涼嘅潭江飛瀑，各式各樣景色優美嘅水塘，驚心動魄嘅日君山洞，歷險刺激嘅雙潭石澗，同埋步行大潭水母文物徑，進行一場古蹟文物鑑賞之旅。最令我驚訝嘅，竟然呢度呢會有斟水機，可以斟冰涼嘅食用水，真係非常之難得啊！從來都未見過可以喺行山路線上面揾到一個斟水機可以俾我哋斟水。希望政府呢都可以喺每一條行山路線上面加設呢一啲供水嘅設施，令到我哋喺炎炎夏日之下行山唔需要拎咁多水咁辛苦，亦都可以鼓勵多啲人行山。喺涼亭嘅位置睇啱時間，我哋就可以走出去馬路。呢度呢就會有14號巴士可以搭返出去西灣河。咁今日遊走大潭水塘之旅呢，就去到呢一度啦。希望你都中意我今日介紹嘅呢條路線。中意呢一條片嘅話呢，可以俾一個 like 我，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 同埋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你中意郊遊嘅朋友。最後俾個 tips 大家，坐車嘅時候就係最啱觀賞大潭篤水塘嘅時機，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個時機啊！